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《赛博暗影》，这是一款像素风格的动作游戏。开场的教学部分给大家略过了，咱们直接从第一章开始。游戏乍一看是忍龙的风格，玩着玩着呢，你会发现它有一点像《水上魂斗罗》，也就是《赤影战士》。再玩着玩着，你又感觉它有一点像《恶魔城》。这个游戏操作的手感还是比较舒服的，你甚至可以在上面的平台按下跳，来到下面的平台，这个操作非常的传统。这种黄色的像金蛋一样的算是钱吧。这款游戏目前登陆了 PC 平台和 iOS 平台。iOS 平台我不大了解 ，PC 平台在 Steam 上应该是66块钱。这个怪好慷慨。人物是有成长要素的。那现在咱们的左上角血量是5滴，技能点也是5滴。后面通过捡道具会得到增强的。看这个道具啊，像不像赤影战士的刀光？而且这个刀光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现在屏幕的左上有3个条，代表了这个刀光呢有3滴血。如果呢你被撞3次，掉过3滴血，这个刀光就消失了。其实不只是被打到这个刀光会受到损失，那如果你比如说今天我玩了1章半，我存个档，然后呢第2天你接着玩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的刀光没有，这个非常的坑。空中的敌人非常恶心。第2关呢还有比它体积更小的。游戏也有很多隐藏要素。好，咱们捡到了一个命的碎片，3个碎片凑到一起，你才能加一个 HP 的上限。但有些 BOSS 呢，你把它干掉之后，它一口气就给你3个。刚刚在地面滑行那个怪，看起来非常像洛克人系列的。爆出的红色道具就是加血的，蓝色呢就是加 SP 的，但是 SP 现在还没有用。后面咱们会不断的得到一些可以利用 SP 的武器或者技能。像这种小炮呢，你需要打它2次，而且有一些这个炮台它出现故障卡住了。看现在屏幕左上角这个。你如果不动它呢，它就一直卡着。来到了第1关的一个小 boss， 难度不高，弱点非常的明显，不过你要等它落下来。刚才地面火焰这一下需要躲，好干掉。不愧是 BOSS， 同时给了3个生命的碎片，这样直接加了1滴血。左边这个现在打不动，电梯坏了，走楼梯。游戏的隐藏的区域还是比较多的。这个游戏我发现一个特点，我自己在试玩的时候，在练习的时候发现一个特点，就是关卡的流程太长了。这一关啊，如果你想小心一点打，没个10分钟打不完。这个其实就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至少是对我来说，因为我这个年纪在这了，过年我就40了，这精力上就很难保证你整个10分钟我全神贯注的。就是如果你万一走神了，那很容易就掉血了。而且这个游戏很多地方呢，它的容错率是相当低的。不是你碰一下1滴血的问题，是碰一下直接就没了。
所以说，这对我来说，这个游戏的难度不在于游戏的基本的怪物啊、BOSS 的设置，而在于它的长度。我们年纪大了，太长了受不了，太快了也不行，因为反应能力也下降了。这种移动的平台是很多的动作游戏设计需要用到的梗啊。这边有一个隐藏，你看啊，游戏进行了5分钟，我感觉我也是要掉血了，呵呵啊，又捡到了一个生命碎片。生命碎片是3片合成一个血量最大值上限，但是 SP 的话，你只要捡到1个，你就能涨1格了。我现在掉了一滴血，又补上了，但是刀光这个你需要吃到下一个刀光的道具，你才能补回来。好，直接走了，上面那2个家伙不理他们。我现在录制视频的时间一般是在下午，把很多事情忙完之后，有时间了会录视频。但是啊，我不知道别的小伙伴在我这个年纪是怎么样的，反正我是吃完了午饭就容易犯困了。哦，在这里呢，主人公看到一个幻象，这个幻象可能跟他的记忆有关，看起来还是个妹子。这个妹子，哎，我可以啊，我感觉可以。曹孟德竟是我自己。我记得上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10几岁，上中学的时候，就看我那些同学呢，一到中午，一到下午就蔫了，就趴在桌上睡觉。那个时候我无法理解，就到现在我已经理解是为什么了。好，来到了第1关的 BOSS 战。这个 BOSS 呢，打他是有技巧。当然，这个游戏我发现 BOSS 并不难。关卡的设置也还可以，真的就是这个流程太长了。好，在这儿从后面来干掉。时隔了20多年，我终于体会到了我当年那些同学们在中午和下午的犯困的感觉。这样救出了咱们氏族的一个人，他会给咱们一项能力。第一个能力应该是按上按攻击，它可以发射出手里剑，这个就是忍龙的风格了。哎，刚刚那个妹子不就是幻象里出现那个？这个绿色的装置呢，它是相当于传送站，你可以传送回之前攻略过的关卡。当你得到了新能力之后，你可以开启之前一些关卡无法到达的区域，来拿一些隐藏道具。这听起来就是恶魔城的设定。但这款游戏呢，人物不能蹲下，应该是按下按攻击也是有技能的。好，这里就利用到了手里剑来解决一个 SP 最大值上限。那后面呢，咱们就去攻略第2关了。看这个手里剑，它不只可以单发，它甚至可以1键3连，这个是太狠了。能够用出1键3连的人，真是特别的厉害。好，咱们存个档。第2章，第1章打了接近10分钟。当然快点打，我估计跑酷的话也要5、6分钟。这个地方就又利用到手里剑。哎，这个怪，你从正面打他的话5下，你在后面1下就可以。这个他很快就炸了，因为他这个背包，你如果砍中背包的话，
是它的弱点。地方看起来像垃圾处理厂。好，又拿到一个 SP 道具。这样咱们 SP 的最大值啊，比 HP 要大一格了，要多一格。这种虫弹真的是非常恶心，有的时候它一起出现3个在里面，而且呢体积还比较小。那你飞来的路径还比较诡异。这个真的是考验很多小伙伴动作游戏最基本的这些技巧和操作。如果是动作游戏苦手的话，那这款游戏就比较难了。这东西太耽误时间啊！这里咱们去砍他背包。哦，吓死我了！我掉下来了，这跳都没跳利索。是不是我进入这关又有个5分钟左右了？这里不算是一个小 boss， 就算是一个精英怪吧。这个东西像是一个虫卵一样，正在孵化。你如果刺激它的话，它就会孵出这种小虫子。你打几下呢，它孵几个。所以咱们还是两个清吧，太多呢应付不过来。年纪大了，一起应付2个就可以了，希望大家理解。好，把这个东西激活了。这个激光炮呢，打咱们是秒杀的，碰见了这条命就没。所以这里我尽量稳一点。我看那个虫子太冲动了，还是年轻啊。小飞虫，哎，刚刚那个垃圾块呢，把那个会飞的那个怪给砸死了。怪需要打2下。第一次呢是拆它翅膀，右上角有一个机关。哦，这一发射爆2个，这血吃不到。满血状态是不能再吃血的。小机器人，这是咱们的助手。好的，存档点呢，现在可以买东西了。给了刀光。这里才算是本关的小 BOSS 战。这个 BOSS 叫雷射大脑，中间是大脑，旁边的小炮负责雷射，名字倒合理。开了一个小炮，干掉了。哎，这是生命碎片吧？好，可以了。前方不远还有一个生命碎片，这个有一点解谜要素了，咱们需要把这个孵化的怪干掉。2刀2刀的砍吧。慢慢来，别急，为了一个生命碎片都是值的。
行了，机关出现。好，生命最大值又涨了一点。这里要小心一点，下面的尖刺呢是秒杀的，包括垃圾处理器的入口都是秒杀的。你跳跃的时机掌握不好，很容易就被这个垃圾砸下去了。把这个机关打了。被咬了，我还是比较稳定的，大概5分钟左右掉一次血，基本这个时间呢就代表了我的注意力集中的极限。这里是一个隐藏的分支吧，咱们是进来拿 SP 的道具的，这样 SP 和血量呢又拉平了。刚刚这个地方跳跃起来要小心，尖刺呢碰到就没了，秒杀。慢慢来，这里跳一定要小心。好，在这存个档。花点钱补一下。好，来到了一个电梯。这激光发射器太恶心了，我需要清一下它们，不然在你头上封着很难受。这个尖刺不能碰，碰到就挂了。啊，这个空间太小。这才是游戏的第2关，这个难度已经展现出来一大部分了，我感觉。存个档。这个怪先离他远一点，等他转过去，咱们从后面来一下。脚下那个道具是激光，刀光。好，拿到了，把刀光补满。这种虫卵啊，能不碰就不碰，不要惹麻烦。我实在是太怕他们了。前面这里呢，你看隔几秒钟头上就会来一束激光，来封堵你的跳跃。这地方前面的虫卵我提前处理一下，是脓包的话早晚要挤破它。稳一点，别急。真的，我感觉这不像是第2关。如果是当年常规的 FC 的游戏的话，这个难度可以排在最后一关。隐藏的血，慢一点儿，下边也不好过。头上有激光，现在我还够不到，砍不到他们，只能躲。这个游戏宣传片的阶段我就已经关注了，我记着
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冲刺的技能，但现在我还没得到。哦，这个地方应该是要踩着这个垃圾堆左右的上去。要把那个激光炮清掉，它有的时候会把这个垃圾堆打爆。这儿有一个人，提供的呢是一些情报。这个钱其实可以不用花。BOSS 战，一个大胖机器人，哎，他还会跳呢，挺灵巧的。主要是火焰系的攻击，叫爬行怪。我真想和他拼命把他拼死，但是我还是比较珍惜我的刀光的。哎，炸了，完事儿了吧？哎，这里我之前试玩，哎，还能变身呢。完了，还能砍吗？还能砍，好了。我之前自己试玩就到第2关的小 boss 那里，啊，又救出一个同伴，应该是有新能力了吧？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新能力，咱们试一下。哦，按下按攻击，什么样的？哦，往天上发火的。那好吧。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